查出怀孕那天，我急匆匆的赶回家，想对老公一个惊喜。刚进门就听到了老公和婆婆的对话，妈，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尽快给弟弟还债。放心吧，我做的天衣无缝，他不知道的。说把他挂到电话，转身看到了愣在门口，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我。很快，他嘴角勾起勉强的微笑。老婆，你啥时候回来的？也不提前跟我说，我好去接你啊。我看着面前我深爱着的男人，只觉得陌生。我们才刚刚结婚，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甚至我们还要迎来一个新的家庭成员，而老公秦昊竟然把我们的婚房给抵押出去，给他弟弟还债。我没有理睬他的假笑，面无表情的望向他，开门见山的问道，你把这套房子抵押了？他似是心虚，眼珠子不敢看我，含糊其辞的说道，阿英，你听错了，我刚刚是在跟我妈聊家常，什么房子不房子的。我冷笑一声，那你敢不敢和我去查房子，有没有被抵押？好了，秦昊似乎是看我不好糊弄，索性也不装了，我的确抵押了，不过这是我买的房子，我自然想抵押就抵押，又不是卖了。再说了，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我弟弟也是你弟弟，我们也不能看着我弟弟不管吧。你也知道我妈有多担心我弟弟，你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天天担惊受怕吧。我感觉自己有些不认识眼前的人了。我还记得他结婚前兴致勃勃带我来这套房子，告诉我这是我们未来的家。我也记得我们刚毕业攒钱时一起的苦日子。难道这么多努力，如今就变成他一个人的辛苦？而且一切都要为他不争气的弟弟还债而功亏一篑吗？而且我也知道他那个弟弟早早就辍学出去混，没赚到什么钱，就靠父母养着，一直以为只是没出息，没想到近几年还染上赌。我和秦昊碧竟是在大学就在一起了，多年的感情，我也不想就这么一棒子打死。我把孕检报告甩给了他，秦昊，我怀孕了，你不为我考虑你，总要为孩子考虑吧？万一还不上钱，你是要带着我们一大家子流浪吗？还有，你弟弟本来就靠你养，难道我们以后一家三口也要替他还一辈子债吗？秦昊看着孕检单，看了好久，脸上的高兴自然是一眼表的，真的，我要当爸爸了。但他又看到了我严肃的神态，又沉默了下来。过了好一会，他似有所让步，并做出了承诺，放心，爱音，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会让爸妈好好管情绪的，我发誓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的。虽然他言辞恳切，但我没有回话，轻轻摸了摸肚子，不知道为何却总是有所不安。我突然对自己也产生怀疑，当初自己看上的那个孝顺温柔的秦昊，真的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吗？后面几天，秦昊都对我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还主动把工资卡上交给我，说是让我安心养胎，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这样原本有些动摇的我，开始渐渐放下了心。因为月子还浅，再加上秦昊的工资都用来还房贷，本来家里开销就靠我，所以自然工作不能停。我还是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却在家中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身影。妈，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秦昊妈怎么从外地过来了？她不是最宝贝她小儿子，为了照顾小儿子，连秦昊当时想请他偶尔过来住几天都不愿意。秦昊妈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盯着我的肚子，有些埋怨的开口道，这不是要来照顾我的宝贝孙子了？还有你怎么下班回来那么晚？万一硌着我的宝贝孙子怎么办？可以知道我和他话不投机半句多，为了防止争吵我就干脆不理他，但看着桌子上的菜我还是没忍住皱起了眉头。妈，你做的也太油腻了吧，而且看着黑漆漆的，躺边全是黑黄的油水在流淌，甚至看不出做的是啥，我有些忍不住为理想反酸水。虽然我知道不该嫌弃这些，但毕竟他也知道我怀孕了，还准备这些东西。哎呀，你们城里的不懂，这些最有营养，这可是我从老家带来的，平时我都不舍得吃呢，你大肚子听我的没错。说完还拉着我要坐下，正好秦昊也从书房里出来，对上我求救的眼神，他忙开口道，妈，我不是让你准备点好的吗？你怎么又把以前家里吃的那一套搬了上来？而且我不是说了阿英不吃这个。钱好妈一点也听不了，耗子，你现在大了，就知道听老婆的，你以前不就是吃这些长大的，你媳妇那是没吃过这些，吃了就会喜欢的。再说了，你就给我这么一点钱，奶够买啥呀？还有，你记得明天多给我点钱，你最近往家里打钱越来越少了。一听就感觉到了不对，先不说这些他从家里带来的特产根本不花钱，而且前后不是把工资卡给了我，怎么会还能给家里打钱，还可以给他零花钱？毕竟我对于抵押房产还耿耿于怀，这个月故意没有提给家里打钱。我后来怀疑的眼神对上秦昊，秦昊慌忙给他们暗示，妈你瞎说什么呢？我上次不是说了，那次给弟弟还钱是最后一次，我的钱都用来还房贷了，你也知道的呀。不过很明显，秦昊妈不仅没有听懂暗示，还误解了。什么？你是以后不想养你爸妈了吗？你不要再让你帮弟弟吧，怎么了？你别忘了，是你弟弟辍学，才让你出来读大学赚大钱，你本就应该养你弟弟的。怎么，你在大城市享福，都不要你乡下的家了吗？秦昊妈说着，还看了我一眼，还有，你要记清楚，谁才是一家人。妈，你少说两句。秦昊看我脸色不太好，急忙制止了他妈的喋喋不休。秦昊妈或许是想起了他的宝贝孙子还在我肚子里，这才止住了。可我确实听明白了，看着这一地鸡毛，我决定不再忍让了秦昊妈了。至于秦昊，我等会再去找他谈谈。是啊，的确是情绪凑些好啊，不然岂不是又浪费钱，还啥都赌。也就有些人把他当快宝，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还要爸妈养，哥哥还债。秦昊妈显然没想到我突然顶嘴，有些被气到，而我则继续说道，还有，看来我的确是外人了，也不知道这家到底是谁在养，要不，秦昊你告诉你妈，你的钱除了房贷和补贴你家，哪里拿出，放在不这家上。我道一直摇头暗示我不要说下去了，但我却不再想憋住了，
秦昊妈明显也是那么想的，什么你养家，这房子不都是我家耗子的，你一个女人嫁到我们秦家来，有什么还是你自己的。秦昊妈说一脸理所当然，还一副施舍的样子，我都快被气笑了。这房子哪还是你家秦昊的，不是都抵押了吗？还有你坐的椅子、用的锅碗瓢盆，还有吃饭的桌子，真是不好意思，都是我的。秦昊妈被我气得不轻，像是要往后倒。秦昊急忙扶着，然后似有些失望地看着我，阿英，够了，你和妈有什么气呀？我本来不想和秦昊妈争论什么，毕竟我也是知道她个性的，但她似乎缓了过来，然后又开始继续了。耗子，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孩，你妈可真是要被气死了。看来你妈我在这可真的待不了啊。秦昊妈开始撒脱道，妈你放宽心，阿英不是这个意思。秦昊一边安慰，一边喊对我使眼色，让我服软。我可不想惯着他，还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最好他早点走。但秦昊妈的话让我硬生生止住了脚步。耗子，你也知道你弟弟现在准备好好过日子了，他也不想一直靠我们的，现在他有几个朋友准备一起做生意，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就差一个担保人，你作为哥哥就帮他一下吧。我都惊呆了，担保人是可以随便做的吗？况且连我也知道，情绪的朋友哪有几个正经的，不都是因为赌认识的，能够做什么正经生意呀？妈，你是要把我们拉进情绪那个火坑吗？我纷纷的问道。你怎么说话呢？情绪再怎么样也是你们弟弟啊，你们连这么一个小忙都不帮吗？你是不是见过我了？看不得你弟弟过上好日子，哎呦哎呦我的心脏，妈你不要气了，我们会帮的，你不要气了。秦昊连忙安慰道。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秦昊就这么轻易答应。谈好，你知不知道善保人要帮忙还债的呀？知道。秦昊一边安抚他妈，一边有些生气的说道。爱音，情绪再怎么样也是我弟弟，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他，况且只是帮他善保而已，就算以后有问题，作为哥哥嫂嫂，我们当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不要那么自私。我自私，我感到十分可笑。自结婚以来，我就没有算计过他们家一分一毫，因为我们这里本就没有彩礼的风俗，我也就没有要求他们提供，他们也不说，婚房是钱好婚前买的，只有他一个人名字，而且还有20年房贷，我帮忙装修买家具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不想计较那么多，我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一直以来他还房贷补贴他们的，他爸妈都是我在操持这个家，我也没有说什么，毕竟我也是因为幸运有个条件不错的家，才可以那么自由，甚至连这次抵押房子我都想算了，毕竟孩子也有了，而且秦昊也只是想帮他的家人吧，而现在我不同意做这担保，也不过是为了这个家考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么多次的退让，换来的只是他嘴里的自私，我的肚子也开始有了隐隐作痛。我在想，这个孩子来到这个家庭，真的会获得幸福吗？或许是秦昊也发现了我神色的不对，也开始软了下来。爱音，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也在乎幸福。你看他不是这次特意出来照顾你的，我的头很疼，不想再参与这些糟心的事，你们好好谈谈，担保的是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几天我也想一个人静静，就先回我家了。我再次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就再给彼此冷静一下吧。我回了家，没有告诉我爸妈这些糟心事，而是告诉他们我怀孕了，所以想回来住几天，他们也没有多想，开始高高兴兴照顾我。为了忘记这些，我更加专注工作，倒是实现了家庭失意，事业得意，没有家庭事务的阻碍，我很顺利的多接手了几个项目。再一次加班以后，我一时疲惫，竟然不知不觉又走到了自己家的小区。想到这里还是一地鸡毛，我就准备继续回我爸妈家，去看见钱浩正陪着他妈大包小包往家里带，嘴里还叽叽咕咕，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停住了脚步，虽然听不太清楚，但隐约和我有关。于是我借着夜色走进了他们。妈，我还是去接阿英吧，都好几天了。接什么接？就因为你总是惯着他，才养成我。他现在无法无天的性格，我看就应该冷他一下，给他点颜色瞧瞧。我们也不是非他不可。妈，他还怀着我的孩子呢，孩子怎么了？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还有你不要忘了，当初我教你让她怀孕，可不是为了牵制我们，给她任性的资本，而是为了让孩子伴着她，有了孩子才会把我们当一家人，也会更多时间精力放在家庭上，才不会总是阻碍你寄钱给弟弟。妈不要说了，还好阿英没在意意外怀孕这件事，还挺想的。不然被他知道是我们设计的，可能又要和妈你吵架了。和我吵什么？耗子你不要忘了，把要换掉的可是你。再说了，要不是耗子你说阿英升职加薪已经高过你了，让你压力很大，而且还一直不想要小孩，我会给你出这些主意吗？好了，妈，不要再说了，我那就是随口抱怨而已，我没有，妈都是为了你好，你就等着获得一个关顺的媳妇吧。不说了，快把这些搬上去打包好，你弟弟在老家一定没见过这些，我不在家，总要给他寄点东西回去的。还好你媳妇不在，不然一定又要不让你给钱了。好好好，我来搬上去。我听着遍体声喊，的确，宝宝的到来让我一直忽略了很多细节。结婚后没多久我就成功升职，再加上房贷什么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是不打算近几年就要孩子的，所以一直以来都有避孕措施，而我也知道措施也不是100%，所以就以为自己只是太幸运，没想到这次怀孕竟然是人为的，我处处在为这个家考虑，而他们却在处处算计我。之前我以为钱浩只是被这个家拖累了，以为等我们自己的小家稳定了，一切都会变好的，没想到他也是一丘之貉，他们聊得很忘我，根本没有在意后面还跟着一个我。对了，豪子啊，你要加快动作，我们抵押这套房子可不只是为了给你弟弟还债，最好让你老婆松口，从他爹妈家拿钱出来赎房子回来，实在没有就把他们自己家的房子卖了，去换钱给你们。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就一个女儿也不知道，多给点嫁妆，不知道把钱攥在手里是要干嘛？难道是要带到棺材里吗？
妈，阿英对抵押这套房子已经很不开心了，我也不能现在就抵押，况且她很在乎她爸妈的，不开心怎么了？她现在怀着我们秦家的重，已经是我们秦家的人了，就应该贴补秦家。你放心，她现在一个大肚婆还能跑了不成？最后不都是要带到我们秦家的？他们倒是把心里话都往外说，我已经不再惊讶自己还会听到什么不要脸的言论了。我想我是时候该做出决定了。我停下手机里的录音，毫不留恋的往自己家回去，就让他们再做几天白日梦吧。回家后，我很郑重的和我爸妈谈了一下，并把手机里的录音给我爸妈听了。我妈听后心疼的抱住了我，我爸很沉默且生气，问我以后如何打算，需不需要去做请好一顿。我拦住了我爸，同时很冷静的说自己准备离婚，并且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一个被算计出来的孩子，出生只会迎来更多的算计，甚至成为那个恬不知耻的家用来谋利的手段。如此这般，还不如不要来到这个世界。而这段婚姻，我想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笑话。我妈看我态度坚决，并不再劝我，我爸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趁着月子还小，我们很快就去医院做了手术。接下来的几天，我请假休养一下身体，顺便还去咨询了一下离婚律师。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损失降到最低。倒是秦昊似乎有些按耐不住，想必他也觉得这次冷战时长有点长了，开始不断发消息来嘘寒问暖，不过也总是离不开孩子的话题，左右让我为孩子考虑考虑。我只是冷眼旁观，甚至都不想回复他。如今旁观，我只看到他字里行间的算计，不过我还是保持了理智。我假意松口，是道。他让表达对他妈的不满，然后套取一些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毕竟我猜他给我的也不是主要工资卡，只有了解情况，才能在未来更好的分割。他看我松口，有些放松警惕，也和我抱怨了几句他妈。虽然他很警惕，但我也听出他似乎收入来源有些不明，我猜他不是还有灰色收入。这时我也开始庆幸，当时因为没有要彩礼，所以我也没有带家装过去。我想着自己和秦昊足够养活自己，还不如让爸妈把钱存起来，更好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我约齐昊到我们。他没有多想，还以为我要松口回来了，高高兴兴就来了。不过可能秦昊妈以为自己胜利了，顺便还想亲自出面捞一些好处，也跟着过来了。哎呦，秦家你家房子就是大呀，不像我们老家，房子都开始漏水了。秦昊妈一来就又开始诉苦，顺便开始打乱我家的房子，每次都是如此，眼里皆是贪婪，就仿佛是在看自己的所有物一般。想来他们那些想法我早就听待意识到的，那不是阿英什么事，不用我们担心，所以自然管好自己，就过得好。听说秦家的小儿子不太省心，不过连屋子漏水都不修，我可听说钱昊一直往家里寄钱，不会是都被小儿子用了吧？一点孝心也没有啊！我妈第一次开始回怼过去，应该也是为我不平，发泄一下一直以来的不满。以前她为了不让我难做，都是打哈哈过去。钱昊妈也是没想到，我妈竟然会这么说，毕竟我妈看着就是好脾气的样子，从来没有回过中华，所以还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反应过来，什么没有孝心，亲家这话可不中听。我那是有2个儿子，自然就要受累点，你家就一个女儿，自然不需要操心。再说了，如今你还有耗子帮衬着，那可是大大的享清福。看着钱昊妈一连一儿子，我妈气不打一处来，我安抚我妈，开向秦昊妈毫不留情地道，也是，想来都是唐昊帮我们太多，导致顾不上自己家了，那不如以后就让秦昊只管自己家吧。没错没错，就应该这样。没想到媳妇你回了趟家，还懂事了不少啊。秦昊妈似乎没意识到什么不对，反而开心得很，倒是秦昊感觉听得不对，忙说道，什么呀？阿英的爸妈也是我爸妈，我怎么可能不管呢？妈，你少说几句吧，以后就不识了。我很平静地看着秦昊，不急不慢地从包里把这段时间制定好的离婚协议拿了出来。秦昊，今天请你来是和你商量离婚的事情的。秦昊有些怔怔的看向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反应很快，妍音啊，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哎呀，是不是闹小脾气了？就这么点小事，本来你动不动回娘家，我就没说啥，想着毕竟是你们年轻人的事。结果你看着我没什么反应，他又转换枪口，亲家，你也不管，离婚是他们小辈随随便便可以决定的吗？年轻人的事，我们大人就不要掺和了，有时候就是掺和太多，问题越多。我伴着有深意的回答道。秦昊一脸受伤的看着我，阿英，不要闹小脾气了好不好？是我不对，没有及时来哄你，你想怎么闹都行，不要提离婚好不好？再说了，你肚子里的宝宝，难道要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果然还是孩子，而他妈也是豁然开了，你看你这孩子，是不是都忘了自己也不是小孩了，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都不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考虑一下？我很认真考虑了，我缓缓说道，又拿出了自己流产的单子，为了减少这方面麻烦，我已经把孩子流掉了，听说还是个男孩呢，谁知道男女呀？先刺激一下这个老太婆再说。秦昊不可置信的拿过单子，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杀我们的孩子！他妈更是在听到是个男孩后叫了起来，天啊，你竟然打掉我们秦家的宝贝孙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泼了起来。阿英，你怎么突然这样了？我们前几天不还好好的吗？你不想生孩子，可以早点说啊！我之前看你挺喜欢这个孩子的。秦昊开始一脸伤心的质问我，你们表演的够多了，我不想再看他们拙劣的演技，可笑我之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的确在这个孩子到了以后很是期待，但自从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来的，我就只感受到我心，我想你们应该都心知肚明吧。秦昊妈眼神闪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该怎么应对，暗中推了秦昊一把。秦昊应该没想到我竟然知道这个，急忙解释道，阿英，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着尽快结束这场闹剧，拿出录音开始播放了起来。秦昊和他妈听着听着，脸一下紫白了起来，而我爸妈再听一遍，依旧很是气愤。
我爸都想要冲上去，再一次被我拦了下来。这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好好签下这份离婚协议吧。我点了点桌子上的离婚协议，示意秦昊快点签字。秦昊在听了录音以后都没敢看我，他开箱他妈疯狂求助。哎呀，这件事的确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严一你就没有错的地方吗？秦昊妈看着我，死皮赖脸胡扯道，我还有错了，我都快被他们气笑了。我最大的错应该就是看上他儿子吧？那可不，秦昊妈一副要叫我，谁让你一直不肯要孩子？你们虽然刚结婚，但年纪也不小了，我在你这年纪都有他们兄弟2个了。再说了，女人本就应该在家生孩子，我们老秦家放你出去工作已经是很大度了，你还想着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放我出去，你怎么不想想，没有我出去工作，你家儿子怎么供得起房贷，还养得起你们？说难听点，你儿子现在是靠我养的，你他妈也是被我气得够呛。而秦昊似乎不放弃，还想和我打感情牌。阿英，你真的放得下我们这么多年感情吗？你瞎了眼，至于你的家，从来就没有我，况且一个连房子都被抵押掉的家，又怎么称得上家？快点签字吧，闹得不好看，可不好收场。秦昊忧忧郁郁，明显不想签字。在我准备加大力度的时候，秦昊妈眼看我铁的心，干脆就豁出去了。严颖，我告诉你，你现在离婚就是一个二手货，你这种打过胎的，你以为还会有别人要你吗？我听着只觉得可笑，当今社会又有谁依附着谁，我可不需要别人要，倒是你儿子不也是二手货？我看你不急怕不是都在外面找好想好的了吧？我告诉你，你这样是要给我们赔钱的，当初嫁妆都没有，是早就想好了吧？一个穷得出不起彩礼的，还想要嫁妆，别人总说卖女儿，果然还是您厉害，儿子也照样卖。不过我告诉你，你儿子不值钱，本来我还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早点解决掉就好了。既然他们那么不识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哼，有你们来求我们的时候，儿子不要牵我们走。我很快联系的搬家公司，毕竟前号房子里的家具都是我买的，顺便还开始让律师准备起诉的事情，总归是要做2手准备的，而且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让给你。最后我还写了举报信给秦昊贪公司，毕竟他抵押房产还得可是高利贷，况且他不还想帮他弟弟担保吗？我总觉得他在基层却能拿出不少钱，还房贷还总是贴补家里一定有问题，而且前段时间偷偷了解下来，他一定是有其他收入的。至于我还听说他们还准备给他弟弟，最近相看人家，想必也是打算帮助情绪收收心。我特意装作不经意把情绪欠赌债的消息透露给了那边的一个大嘴巴远方亲戚，想必这样他们应该有更多事情可以做了。整顿完这些，我也开始准备工作上的事情，毕竟在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公司后，我的机遇也变多了起来。明年我们要在隔壁什么市开一个分寸，想要派人过去管理。我知道你刚刚结婚，不过这个机会很难得，在上面说了，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看你要不要回去考虑？我愿意。我微笑着打扮我上次黄总的话，他是一直带着我进来的人，也是他一直在帮助我升职，我对他向来都是很信任的，毕竟没有他也没有现在的我。他一脸惊喜，你终于想明白了，之前你还因为照顾家里推掉好几个项目，要不是最近我看你又重新有了当初的那个动力，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和你提。是啊，家里虽然重要，但照顾家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很高兴你能想明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像曾经给我鼓励时那样，我想明白了，之前是我愚昧了，多亏黄姐没有放弃我，我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我可不是要你的恩情。黄姐微微一笑，她向窗外似乎是在追忆什么。我看过太多和你一样优秀的女孩子，在年轻时焕发光彩，我一次次以为可以在职场上看到一颗又一颗明星升起，就在后面被困住一个个小家里，再也不复以往，就仿佛流星一般。我的可惜，总被他们反驳说，女人就该以家庭为重，那难道男人不应该吗？难道牺牲的只有女性吗？黄姐在此看向我，宇宙心肠道，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忘记，如今自己做的决定，没有谁应该为了谁放弃自己，不应该也不值得。黄姐的话值得细细品味，我也很感恩黄姐愿意和我说掏心窝子的话，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未来应该是更加明媚灿烂的。我回家和爸妈说了这件事，他们都表示支持，况且隔壁省很近，如今高铁过去十分便利，他们还笑着说，要是不是过去找我，顺便来个旅游。我很高兴他们对我的支持，于是也开始积极筹备起去隔壁的计划。同时我也明白，既然决定了，就应该更加快速的把离婚这件事给解决掉。我去跟进了一下我那封举报信的进度，他公司已经展开内部调查了，果然秦昊有问题，而且他很早就开始这么干了，早在和我结婚以前，只是以前都是小偷小摸，再加上很少人特意去查，这些底层部门没有发现。不过他近几年似乎越来越胆大了，大概是之前没有被发现，再加上他弟弟赌债越来越大，其实就算没有我的举报信，大概也很快就要东窗事发了。不过庆幸的是，秦昊禁不住下，在我威胁他要帮助调查组的时候，他就害怕的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如今他自是与我无关，他妈妈还不敢置信，他优秀的儿子竟然被抓了起来。听他们说，当时他妈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撒泼打滚，死活不让警察带走他儿子，最后被警察用扰乱公务罪也抓了起来。最后听说房子应该是保不住了，而他妈眼看这个儿子是没有指望了，出警局以后就直接拍拍屁股拿走剩下的钱，回了老家去找小儿子了，根本不在乎钱好死活。不过情绪也没让我失望，果然那个创业不过是个骗局，没有了钱和好的帮助，他们怕是想要翻身很难了。而传来这些消息的人也深深叹了一口气，最后告诉我，钱好在牢里想要见我一面，他这次涉及的案件还是很严重的，恐怕不是一回回可以出来的了。我当然不同情好，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他咎由自取，本来他是可以用
有一个美好家庭的，可他却不知足，还贪心，但我还是去牢里见了他一面，毕竟有时业该有终。况且他不管怎么样，还是签了离婚协议。秦昊不再有以前的意气风发，我看着穿着老服的他，都有些恍惚。毕竟以前在校园，他也算得上是风云人物，学习好，长得帅，还脾气好，除了家境不太好，真的当时没有什么缺点，甚至因此还有一些自强的滤镜，也曾是我少女时最初的心动。如今的他，似乎鬓边都有了白发，脸上满是憔悴，无神的眼睛，看到我一下子放出了光彩，很是欣喜。安英，你来看我了，你还是舍不得我的对不对？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听我妈的话了，我也不会再管我们家的破事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不好。我很平静地看着他，其实我也不再有那种复仇的成就感，虽然他不好的结局的确安慰了曾经受伤的我。秦昊，你我都应该知道，我们回不去了，这次见面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了，就当我来看看你最后的结局吧。阿英，不会的，你听我说，我不想伤害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妈指使的，她总是拿孝顺来绑架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你也知道的，我是那么喜欢你，从学校里第一次见你开始就不曾变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感情都没有变过呀。以前这件事情都不是我的本意，我那时只是被我妈蒙蔽了心窍，你原谅我好不好？秦昊很急切的解释，想要支持我离去，我听后只有更多的失望。秦昊，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难道你是提前摸我吗？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你妈操纵的，根本不是，都是你自己想这么做，只是借了你妈的口罢了。你总想着万一以后不顺，就推到你妈身上，你既想要好处，又不想承担责任，怪不得你妈也看不上你。说完，我起身离开，秦昊瘫在椅子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口里还一直喃喃自语着。我想所有的事，终究都画上了完美的句。我想这辈子钱浩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间还有很多，就让他自己慢慢想吧，或许他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但这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了。走出去，我看着头顶的白云，享受着清新的空气，肩膀上是前所未有的轻松。等会是该去订去隔壁省的票了。全文完。